晚上好，今天我们读云边有个小卖部。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被一种巨大的疲惫击中？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啪一声断了的感觉。你望着城市高楼缝隙里狭窄的天空，忽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发射到错误轨道的卫星，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正在失控的远离。这时候你会不会疯狂地想念一个地方？那里可能没有未来，但它装满了你的过去和所有柔软的来处。今晚就让我们逆着时光的河流往回走，去那个叫做云边镇的地方，看看那个叫刘13的年轻人如何在一场场盛大的失去中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拥有。写下这个故事的是张嘉佳。很多年前，他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那些都市夜话抚慰了无数在爱情里浮沉的年轻人，但云边有个小卖部是他的一次转身，一次深沉的回望。如果说全世界是酒，浓烈呛人，让人短暂的醉，那么云边就是一杯放温了的水，平淡却解生命最深处的渴。据说张嘉佳写这本书时正处于自己人生的低谷期，身体也亮起了红灯。他开始想，人这一生拼命向外奔跑，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些我们出发时决意要抛在身后的东西，故乡、亲人、缓慢的时光，是不是才是我们最终的精神归处？他不再仅仅书写爱情的热闹与荒凉，而是把笔触探向更本质的命题：生与死，离开与回归，遗忘与铭记。这本书是他用文字搭建的一座灯塔，照亮自己，也试图照亮每一个在人生海面上漂泊无依的我们。他写的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一代人的精神乡愁。我们的故事得从一本笔记本说起。刘13有一本笔记本，扉页上是妈妈留给他的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别贪玩，努力学习，长大了考清华北大，去大城市工作，找一个爱你的女孩子结婚，幸福生活。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朴素也最沉重的期望。它成了刘13人生的最高纲领，被他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第一页。从此他的人生成了一场必须按图索骥的远征，而起点就是云边镇，是外婆王英英经营的那个英英小卖部。王英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叼着卷烟，能开拖拉机，骂起人来中气十足，烧的饭菜香飘十里。她是小镇的江湖人物，用市井的智慧和旺盛的生命力独自拉扯刘13长大。在刘13的认知里，外婆是过去式，是必须跨越的起点。他一门心思想着的是离开。他以为远方才有答案，大城市才有他梦寐以求的成功与认可。然而命运仿佛一个爱捉弄人的导演，给这个志向远大的男孩安排了一连串近乎滑稽的挫败。他拼尽全力没考上清华北大，只去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在大学里，他遇到了爱情，或者说他以为的爱情。女孩叫牡丹，像一朵真正娇艳的花。刘13把全部的热情和卑微都捧给了她，省吃俭用，倾其所有。可后来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牡丹爱情故事里的一个注脚，一个他奔向更好生活的跳板上，一颗微不足道的钉子。分手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刘13在出租屋里哭光了作为一个男孩所有的尊严。那一刻，城市的繁华与他无关，他只是被雨水浇透的无人认领的孤独。毕业了，他留在这座庞大的城市，进入一家保险公司。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挨家挨户敲门，面对无数次的拒绝、白眼和紧闭的门扉。他的上司嘲笑他，同事排挤他，业绩永远垫底。他住在地下室，吃最便宜的泡面。笔记本上的宏伟计划被现实擦改得面目全非。刘13这个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年轻人，
先被世界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打得他趴在地上，几乎再也站不起来。就在他人生最泥泞的时刻，一个彪悍的救星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了。那是某个他醉得不省人事的深夜，70岁的外婆王英英开着她那辆破旧的拖拉机，突突突地穿越了200多公里的黑夜与山路，像一个从旧时光里杀出来的威风凛凛的老骑士。他没有软语安慰，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把这个1.8米几的烂醉如泥的大小伙子，连同他所有的狼狈和失败，一股脑塞进拖拉机车厢，绑架回了云边镇。回到小镇，故事才像一幅进了水的墨画，缓缓晕染出它真正的底色与肌理。时间在这里变得粘稠而缓慢，山是青的，云是白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刘13一边不情不愿地帮外婆照看小卖部，一边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在挣扎。他异想天开，决定要在云边镇完成他卖出1000份保险的业绩，证明自己能行。这个荒诞的目标成了他重新连接这个小镇的纽带。在这里，他重逢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朋友陈双。这个女孩如同她的名字，美丽剔透，却带着致命的寒霜。她从出生就被判了死刑，一种很严重的病，医生说她活不过20岁。她的人生是医院和外面世界之间的反复拉扯，每一次从医院偷跑出来，她都像是一次向死而生的假期。她对刘13说，喂，我这次要是能活下来，就当你女朋友好了。这不是情话，这是一个知道自己生命随时可能戛然而止的人所能许下的最珍贵也最悲壮的诺言。陈双像一团火，热烈明亮，不计后果。他带着反正我可能没有明天的豁达，拽着怂包一样的刘13去冒险，去捣蛋，去完成各种不可能的任务。他是刘13灰暗生命里最耀眼的一束追光。还有那个突然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女孩球球，她古灵精怪，嘴里喊着爸爸，却要照顾一个精神失常的父亲，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她用孩童的绞死和纯真为自己编织保护壳，也意外地成为了刘13和陈双之间奇妙的粘合剂。在云边镇的天空下，组成了一个临时却温暖无比的家，一个失去方向的儿子，一个随时会熄灭的女儿，和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外婆王英英就是这座小屋的屋顶，用她的炊烟和叫骂为他们遮风挡雨。日子似乎就这样平静地流淌下去。刘13在卖保险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令人捧腹又心酸的挫折，他和外婆继续着相爱相杀的日常。他和陈双、球球一起在山间田野里偷得了一段仿佛被时光赦免的快乐。他渐渐发现，那些他曾拼命想逃离的外婆红烧肉的香气，小镇午后漫长的蝉鸣，邻居间琐碎的问候，正像温泉水一样悄悄治愈着他身上被尘世冻出的裂痕。他以为自己在倒退，在认输，却不知道真正的疗愈和成长正在这片他曾经不屑一顾的土地上悄然发生。但是你我都知道，所有的平静或许都是风暴眼中心的短暂假象，命运给出的糖早就标好了价格，而那账单正在暗处一分一秒的累积。情绪的崩塌从来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像一场凌迟，一刀一刀缓慢而精准地削去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连接。第一刀来自那个似乎永远也不会倒下的王莹莹，那个能开拖拉机车走外孙，能把她骂得灵魂出窍的外婆，其实早就病了，是癌症。她一直忍着，一声不吭。她拼了老命去城市绑架刘13，不是因为她强势，而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把这个在世上孤苦无依的外孙牢牢地拴在身边，再看看他，再照顾照顾他。
他想在自己离开后，给这个傻孩子留一个能回的地方。他倒下的那一天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可能是在做饭，可能是在理货，然后他就那么安静地躺下了，像一片耗尽最后一丝水分的叶子。他留给刘13的，除了小卖部，还有一张存折，里面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不多，但干干净净。直到失去的那一刻，刘13才像被闪电劈中般明白，原来自己所有的漂泊，所有的野心与失意，其背后那根看不见的保险绳，一直都系在小卖部那盏昏黄的灯下。那灯，他从未想过会熄灭，如今灯灭了，他的整个世界仿佛瞬间被抽成了真空。从此，故乡成了地理上的一个名词，因为那个让你推开门就叫外婆，我饿了的人不在了。第二刀来自那束随时可能熄灭的光成霜，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必须回到新加坡的医院，进行最后一次希望渺茫的手术。临走前，他陪着刘13完成了一个奇迹般的承诺。他留下了一幅画，画名叫《一缕光》，斜斜的阳光下，一个女孩牵着男孩的手奔向远方。他在画的背面写，生命是有光的，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我爱你，你要记得我。这不是青春恋曲的告白，这是一个战士在奔赴必死的战场前留下的全部遗产。他的爱不是占有，不是陪伴到老，而是燃烧自己，照亮你一段路。他用自己短暂且充满病痛的生命，固执的一次次的点燃刘13灰暗的旅程。然后他挥挥手走进机场的安检口，身影消失在人海。留给刘13的是一个比星光还渺茫的等我回来的约定。第三刀是那个小小的纽带，球球，他的疯爸爸为了给他攒钱，死在了意外事故里。球球成了真正的孤儿，被送进了福利院，那个总是充满吵闹、欢笑和烟火气的临时家庭彻底散了。所有的悲伤、无助、孤独，在那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夜达到了顶点。外婆刚走，陈双远在生死未卜的手术台，球球在冰冷的福利院，刘13只剩下自己。他决定按照小镇最古老的风俗，去高高的山上为外婆挂一盏长明灯。老人们说，这样失去亲人的魂魄就不会在风雪中迷路，就能找到回家的方向。现在请你和我一起想象那个画面，因为它值得用最慢的镜头去凝视。漫天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世界被捂成一片无声的窒息的白。刘13提着一盏点燃的灯笼，那是陈双留给他的。他开始上山，山路早已被大雪掩埋，没有路，只有一片茫茫的绝望。他四肢并用，在齐膝深的雪里爬行，风像刀子割着他的脸，血灌进他的领口，化成冰水，手指早就冻得失去知觉，只是机械地抓着冰冷的岩石。灯笼的光在狂暴的风雪中微弱的像一粒即将被吹熄的烛火，倔强的颤抖地亮着。他爬了整整一夜，从一个世界爬向另一个世界。终于在天将亮未亮，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候，他爬到了山顶。他找到那处为外婆选的能俯瞰全镇的地方，用冻僵的手挂上了那盏灯。然后他再也支撑不住，瘫坐在厚厚的雪里。天地苍茫，万籁俱寂，只有风雪呼啸。那盏孤灯成了这白色洪荒里唯一的橘黄色的心跳。刘13望着那灯光，望着山下沉睡的灯火零星的小镇，那里有他所有的童年和现在所有的失去。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外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然后泪水毫无征兆地决堤。那不是哭泣，
那是从灵魂深处涌出的无声的嚎啕。一个男人在失去了所有铠甲和软肋之后，终于直面了命运本身的冰冷的巨大的荒谬与无情。风雪、孤灯、蜷缩的身影、无声的哭泣、长久的沉默，所有的元素在这里汇聚成一首极致的悲歌。这不是为了让你流泪的煽情，这是一场庄严的承受仪式。刘十三在用肉体的极限痛苦去匹配内心的无尽虚空，他在完成与至亲最孤独的告别，也在完成对自己最后的洗礼。从此以后，无论前路还有多少风雪，他都必须也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了。那么在经历了这一切几乎将人击碎的失去之后，刘十三，或者说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云边有个小卖部最核心的力量，不在于它描绘了苦难，而在于它揭示了苦难之后那一点点如萤火般却足以照亮生命的价值。它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往往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辉煌的成就，而在于你如何承载那些沉重的失去，如何让那些照亮过你的光在自己身上继续反射延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曾住着一个刘十三，觉得故乡是牢笼，是束缚翅膀的茧，必须奋力挣脱，飞向远方的天空才算成功。我们耗尽青春去奔赴那个所谓的广阔世界，却在头破血流之后发现，世界也许广阔，但并不一定属于我们。而当我们想回头时，常常悲哀地发现，那个回不去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小镇，更是那种被无条件接纳和等待的时光。王莺莺就是这种等待的化身，她的存在是我们敢于远行的底气，她的离去则残忍地教会我们出走的意义，或许不是为了永不回头，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漫长的漂泊后终于懂得什么才是生命里不可替代的根。故乡最终会变成一个象征，它不在身后，而在心里。它不是你逃离的起点，而是你精神的归宿。成双的爱是生命哲学意义上的爱，在已知生命有限的前提下，他的爱剔除了所有功利、算计和未来期许，只剩下最纯粹的照亮与给予。他让刘十三明白，即使自己如此平凡，甚至失败，也值得被这样一道强烈而美好的光毫无保留地照耀过。这种被爱的经历是一个人能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它能抵御未来人生中无数的严寒。而刘十三对外婆、对球球，乃至最终对小镇生活的承担，则是一种平凡的责任的觉醒。这种责任不宏大，不悲壮，就是经营好一个小卖部，照顾好一个没有血缘的孩子，在过年时给逝去的亲人挂一盏灯。人生的价值往往就锚定在这些具体而微的责任里。爱让我们成为被照亮的人，责任让我们成为可以照亮别人的人。故事的结尾，刘十三成功了吗？他没有成为都市精英，没有娶妻生子光宗耀祖，他可能依然留在云边镇，守着阴阴小卖部，过着平凡甚至平淡的生活。但他不再是那个笔记本少年了，他心上有了洞，那是失去的印记，但他心里也有了光，那是记忆的馈赠。他明白了，活着不是一场必须抵达某个目的地的冲刺，而是一段带着所有行李，包括那些甜蜜和沉重的记忆的负重前行。那些离开的人并没有真正消失，外婆化作了小卖部的烟火气，陈双化作了那幅一缕光的画，他们变成了刘十三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的血脉里继续流淌。对抗残酷命运的方式从来不是打败它，因为无人能真正打败时间与死亡，而是在认清其必然的虚无之后，依然选择深情地活着，珍惜每一个瞬间，去爱具体的人，承担具体的责任，并用力记住那些美好。然后
把这些记住，变成自己活着的姿态。朋友，你心里是否也亮起了一盏小小的橘黄色的灯？我们谁不是刘13呢？怀揣着自以为是的人生计划，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我们都曾想逃离某个云边镇，最后却在世界的风雨里疯狂想念它的宁静。我们生命里大概都有一个王莺莺，用她或许笨拙或许唠叨的方式为我们撑起过一片无忧的天空。我们也可能遇到过自己的成双，他或许不是恋人，是朋友，是导师，是某个陌生人。他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短暂，却彻底照亮了我们某一刻的黑暗。这本书不是一剂让你忘记痛苦的麻药，它是一面镜子，让你直视人生必修的功课。它温柔地拍着你的肩膀说，别怕，失去是常态，但爱不是。被爱过的记忆和去爱的能力，是命运唯一无法剥夺的东西。平凡不是失败，能够承载记忆，传递温暖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请在今晚入睡前，或者某个独自醒来的清晨，认真的、温柔地问自己，在你的生命旅程中，谁是你那盏长明灯？而你现在又正在成为谁的那盏长明灯？晚安。